节目我们要带大家进行一场从海拔0到海拔3200公尺的高度旅行。要怎么样进行这场高度旅行呢？其实我们要带大家去参加一场 KOM 自行车赛事。KOM 就是 King of Mountain， 也就是登山王的意思。自行车登山王这条路线啊，它从花莲七星潭的海拔0公尺，一路进到太鲁阁，然后呢会到我们台湾公路的最高点武岭3200多公尺，听起来有没有蛮威的？可是要参加这场比赛，或是要用自行车骑完这条路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要经过很多的训练，很多的安排。所以呢，这次的旅行有一点小难度。不过这条路线因为呢也被很多国外的媒体誉为是自行车骑士一生当中一定要参加的10大经典路线之一，所以身为台湾人，平常又热爱骑车的我，也一定要挑战看看咯。跟着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一趟很经典、有点自虐、有一点痛苦，但是一定很精彩的路线。好轻哦！对，所以你看，像这么轻的车子来讲，再搭配温迪体重48公斤下去，你在爬坡上，你干嘛把体重说出来？对不起，把体重说出来。有嘴了。经过了这个国家研究院这附近之后啊，就往这个大溪方向，其实我们开始在柴山线上有点小爬坡了，对不对？是的。爬坡有什么技巧吗？技巧，就努力踩。你又露出了嘴角的一抹奸笑。就是新鲜水果。你知道骑完车之后，你只要吃到一个多汁、新鲜、冰凉的水果，你整个人就是好像跳进了泳池，或是跳进了湛蓝的大海一样，那么的清凉到心扉里头。这条路线呢，从花莲的七星潭一路就是骑这样105公里的爬坡，一直到海拔台湾公路的最高点3275的武岭，确实是一个世界上这个5个手指头伸出来大概很少见到这样的路线。我觉得主持人一定要加薪，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一定要加薪，不加薪不行。主持人真的好难当，有咖啡，可是我好喘，无法好好的为大家介绍。这个 KOM 9小时要把它骑完，这真的是台湾最难的体育赛事，没有之一。体验一场海拔0到海拔3200公尺的旅行，当然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而且 KOM 这场赛事啊，其实我在2018年的时候就有挑战过，那时候是惨烈收场。所以呢，我心中一直记得这份遗憾和痛。也因为这样，今年想要挑战0到3200公尺的 KOM， 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好好的备战。那也因为这样呢，就更需要一些专业指导员的指导。平常跟我一起骑车的车友当中，有一个我的单车生活指导员，我要来问问看他，我有什么需要加强的地方喽。嗨 Wendy， 嘿，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嘞？就是要来给你添麻烦。不会，怎么这样说？每次来都给你添麻烦。我们平常一起骑车也这么久了，是。你知道我今年有一个重大的计划，就是要去挑战我们东进武岭 KOM 这场赛事。那平常你这样陪我一起骑车，看我的状态，你觉得是有可能的吗？还是有什么要加强的地方？是这样的啦，其实你在这一场赛事，像东进武岭这样的难度的那个赛事来讲，我觉得就算一般的男生要骑第一、二次想要骑成功也不太容易。是哦。对，所以必须在这之前必须要有2个条件。对，第一就是人。Wendy， 第二就是车。对。那人来讲呢，我们当然就是靠自己积极的训练，以及说，如果说有真的需要一些课表来支援的话，那我们也有相对性的东西可以来帮助Wendy完成。那再来就是车的部分。车子的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温迪，我知道你有在运动，单车也是你热爱运动的之一。对，对你虽然有车，但是我觉得车子这部分来讲，还是必须要重新再打造。对，然后找到一台适合你的车子来去做一个人车合一的动作。哦，那你讲说其实有2个条件，一个是人，一个是车。是车子的部分，对一般车友来说，如果我们想要挑战这种高难度的爬坡赛事啊，他们应该有什么选择上面的要件吗？对，就如同温迪讲的，其实今天车来讲，为什么我们爬坡的时候需要重视一些它本身上的特色，就是比如说车架来讲，以车架来讲，我们爬坡一定要轻，好，车架的刚性要够。再来就是我们的轮组，轮组上来讲轻踩，然后就是让你惯性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准，好，这样子我们在爬坡上来讲才会骑起来更轻松，更 OK 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升级的套件，有这几样去搭配来讲的话，我相信 Wendy 完成东进是没有问题的。真的吗？真的，对我这么有信心，真的，连我自己都没有信心，不愧是好朋友，对不对？那像你刚刚讲到说车子是越轻越好，那人我们也是越轻越好吗？其实这个可能需要温迪的一些资料，因为我们在搭配车架来讲的时候，必须要做一个很准确的数据搭配，所以我想要问一下你的身高跟体重。官方版的吗？165公分，体重42公斤。非常的标准。官方版的。其实不行，官方版。哪有人在问女明星体重的啦？而且还在电视机前面。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正确的数据，我们要去如何做一个人车合一的搭配呢？就是因为单车它其实是一一个可以科学化训练的项目，对不对？好，偷偷告诉你，你不要讲出去。好，没问题。48公斤。是。身高是160公分。哦，好。你不要讲出去。好，不会，我一定不会说。好，那这样子我有这些基本的数据来讲之后，那我帮您在配置上来讲就比较有一个底，这样子。好。女生的秘密不是只有年龄，身高体重也是。不过为了要让 Bruce 配备出适合的单车尺寸，也只能泄露机密了。Bruce 这位超有义气的好朋友，也放下手边其他工作，即刻开始为我组车。碳纤车架、轻量轮组、改装配备，好的机械是为了快，至于一些配色的挑选，当然就是为了帅啦。新车组装完毕，就先看看它符不符合我们的轻量需求。多少6.269，怎么265？好轻哦！哎呀，这个在单车界应该算是非常轻的车，因为我记得我的车好像是快7点多，快8。对，所以你看，像这么轻的车子来讲，再搭配温迪体重48公斤下去，你在爬坡上，你干嘛把体重说出来？对不起，说溜嘴了。好，没关系啦。其实这个体重在一般来讲真的是算很标准啦，所以温迪也不用担心哈。所以这样搭配来讲，我们在上坡来讲哈，这样绝对配合你这样子完成的成功率再大大的提升。但还是要加上很多的训练。没错。车子搞定了，接下来就要搞定人，也就是 Wendy 我啦。透过智能训练台和相对应的软体，可以测出我个人的 FTP。用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稳定骑车1小时而不疲劳的能力。了解了能力，接下来长达几个月的训练才会更有效率。好，温迪加油！痛苦的时间快结束了。而且我刚刚在这边流汗的时候，整个工作团队还在后面吃便当。测完了。终于。然后会跑我的数字出来，是不是？哪里？是94嘛？94，就是你的疲劳指数然后平均的 AVG 的话是91。91那不错啊，破90分。91是不错了，但是我们计算的方式不是这样算。也就是说，我觉得我评估温迪你的一些状况来讲，我觉得你要130分才能够达到能够挑战东京营的实力。你说130分，是的。那如果换算成我们平常考试100分的话，我可能只
还有一点进步的空间。左右，对，就好像有点低耶，我才跑了70分左右而已哦。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特别的训练要帮你加强。就整个进入备战状态就对了。没错，好吧，我会努力的，加油！加油！虽然说骑单车在训练台上面训练呢，可以非常的有效率，可是毕竟我们比赛的时候是在户外，是，而且骑单车的乐趣也在户外，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握好天气来外骑。不过今天Bruce说要带我外骑练习这个路线是石门水库坝顶。你知道我家住三峡，石门水库坝顶对我来说就是我家后院了，这对我来说没有难度啊。那等等的话，我们就让速度决定难度吧。你的嘴角有一抹奸笑，为何？是因为你有什么妙招，或是埋了什么伏笔要折腾我吗？也不是啊，就是我们尽量就是骑乘到一个程度，如果说想要突破，就是以速度往上带，这样子来讲的话，强度也会跟着拉高。好，你很笑里藏刀的感觉耶。不过这段路线呢，不管你要不要练习，其实我觉得对初学者来说，从台三线一路接到石门水库，也是非常棒的练车路线，很舒服，而且也可以真的稍微运动到。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出发吧。好，走喽。对住在三峡已经超过8年的 Windy 我来说，台三线是最方便的练车路线。从三峡老街街尾出发，一路骑向石门水库，总距离只要23公里，坡度爬升也只有300多公尺，非常适合初阶车友。虽然对备战 KOM 来说，这个路线太过轻松，但有 Bruce 领骑拉高速度，也是另外一种训练方式。我们从三峡老街出发之后啊，现在骑在这个台三线上面。那大家都说台三线是浪漫台三线，但Bruce你知道这里有一个我的私房景点啊？哪里呢？就是我家。我家其实就在这附近。哦。现在在节目上偷偷给大家知道了哦。但重点不是这边有我家啦，重点是其实经过了这个国家研究院这附近之后啊，就往这个大溪方向，其实我们开始在台三线上有一点小爬坡了，对不对？是的。爬坡有什么技巧吗？技巧？就努力踩。你又露出了嘴角的一抹奸笑。没错 ，Windy 的家就在台三线的某一个巷子里，所以我说石门水库是我家后院，真的不是浮夸的说法。而这一段路也会碰到几个非常有感的坡，正好可以练习变速的转换和上坡踩踏。好，保持踏短，调整呼吸。刚骑过的是我们今天这条路线的第一个陡坡。最高坡度大概有7.8%，骑完这里通常就有想折返的感觉。继续喽。虽然是上坡，但这一段爬坡路线并不长，骑到新北市和桃园市的临界线之后，就能一路下滑，可以说是转个弯就到了。经过了台三线的爬坡之后呢，其实现在这一段啊，算是我觉得非常舒适，而且是可以边聊天、边哼小曲、边谈笑、边讲笑话的一个路线。因为这边的平均坡度大概就是0101这样子，就是它很平路的意思。这边很轻松，我们也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对不对？顺骑就好。顺骑，但顺骑的话也是要稍微调节一下呼吸啦。对，慢慢恢复一下。进入康庄路，表示我们从浪漫台三线接到了连接桃园市许多区的台四线，又被称为桃大公路。这段路线大清早车不多，有几段还可以看到翠绿的稻穗或是满开的波斯菊花，非常惬意。悠闲的踩踏中，不知不觉就会抵达石门水库的坪林收费站路口喽。抵达，我们现在来到了石门水库这个非常知名的景点。同时呢，我们进入的这个入口啊，它就是坪林收费站入口。它不只是入口，它同时也是一个人生的分岔路口。因为在这边我们有2条路可以选择，对不对？是。我们右边那边是石门路，可以上去，它的坡度平均3到5%而已，所以会比较轻松。小缓坡。是的，那这边来讲的话，是我们平常一个车友聚集练车的地点，也就是说它的挑战难度是比较高，最高最陡的坡有到达20。
所以我们备战 KOM， 我们必须要走天堂路。这一段有20，有的。但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你跟你的不运动的表姐啊、舅舅啊，你就骑旁边石门路那一条。那如果你是跟那个精壮的体能教练啦，或者是说男生们你想要展现你的 power， 带着女生一起出来的话，就骑这一条，然后沿途还可以帮女生 push 一下，大概分类是这样啦。但我没有想到过说这一段路我骑很多次，它的坡度有到20%。是的。那我们今天有目标设定吗？就是几分钟之内要骑上去，因为毕竟是练车嘛，跟我平常轻松骑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温迪要15分钟内骑完它。15分钟是不是？是。好像可以。可以。吧？不知道，挑战看看喽。计时开始。